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再次回到阅读成长的播客空间。这是一个通过好书帮助我们提升自我的节目，我是竹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以前我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去看那些教人如何在网上赚钱的视频，但说实话，他们讲的那些知识都相当泛泛而谈，且有些含糊不清。他们总是劝我们要努力，要奋斗，但实际上却让我们心里产生了更多疑问，而不是真正帮我们解决问题，真是让人头疼。直到我读了《纳瓦尔宝典》这本书，我思维里的一切才真正豁然开朗。我曾经在一期旧节目中简单介绍过这本书，因为它确实在我感到最迷茫、最不知所措的时期拯救了我。书里有一句话让我非常认同，那就是不要永远用时间去换钱，去建立一个创造价值的系统吧。那么，纳瓦尔·拉维坎特到底是谁呢？他出生于1974年，在一个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贫困家庭中长大，克服了匮乏的童年和父母离异的阴影。他不仅逆袭成为一名亿万富翁，成为了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。他很早就给推特和优步注入资金，而且还是天使会创投平台的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。但是，让纳瓦尔变得特别的，并不是他拥有庞大的资产，而是他在精神层面上拥有一个圆满的生活。在他身上，物质的富足和内心的幸福是并存的，这在富人的世界里真的是太罕见了。有趣的是，纳瓦尔从来没有亲手出版过任何一本书。一位非常用心的忠实粉丝，也就是作者埃里克·乔根森，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收集、整理并系统化了纳瓦尔的文章、采访和分享的话语，从而编写了这本书。从此，纳瓦尔宝典便诞生了。它就像一本精炼的指南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，帮助人们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，又不会被卷入野心漩涡中。如果你正在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和健康之间挣扎，或者因为贫穷而感到沮丧，那么这本书绝对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纳瓦尔的分享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哦。现在就让我们逐一剖析如何致富以及真正幸福生活的艺术吧。第一部分，如何不靠运气变得富有。大多数人认为通向成功的旅程是一条直线，努力学习，找一份高薪工作，然后工资每年稳步增长一点点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去打工，并且按小时拿工资，你所能获得的钱将永远受到限制。因为我们每天只有24个小时，我们还需要睡觉，需要休息。当你停止用时间去交换时，你的收入就会逐渐减少，甚至可能会变成0。为了摆脱那个死循环，纳瓦尔的第一个核心理念打破了一切偏见，那就是赚钱是一种技能。很多人认为想致富就必须去经商，但纳瓦尔强调，商业本身并不是一种技能。盲目投入那些肤浅的商业课程，真的是在浪费时间，因为他们对学习赚钱技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。此外，并不是只要勤奋努力就能变富。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，
只有当你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时才成立。繁荣绝对不是一种偶然或者碰巧赶上好时机。当你理解并正确运用了核心原则时，它是必然的结果。第一个原则，去寻找财富，而不是金钱或地位。首先，扪心自问，你是在渴望财富，还是在逃避它？如果在你的内心深处鄙视财富，财富自然也会远离你。但如果你对它过于痴迷，它也永远不会留下来。在这个社会中，我们常常混淆了3个概念：金钱、地位和财富。第一，金钱其实只是一张收据，一种我们用来转移财富的方式。当你为别人做了有用的事情时，社会不能直接用实物来支付你的报酬，所以他们交给你一张叫做钱的纸。例如，你种了1公斤的无公害蔬菜，社会就欠你1万越南盾；你种了100公斤，社会就欠你100万。想要拥有更多的钱，就要专注于创造大量的价值。第二，地位是你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位置。这是一场零和博弈，有人赢就有人输的游戏。这个人上位了，那个人就必须退下来。追求地位并不能让你变得富有。我们真正需要寻找的是财富。财富是那些甚至在你睡觉时也能为你带来收入的资产。你不再需要直接用时间去换钱了，那可能是一套用来出租的房子，一家公司的股份，一项每次使用都会支付费用的专利，一首歌曲，一本你写的书，或者一段编程代码。纳瓦尔的一个小提醒是，长期来看，债券并不是一种好的资产，因为它的风险会随着时代局势而波动。第二个原则，做你自己。如今，许多人在金钱上挣扎，因为我们总是想和别人一样。看到别人学这个专业，我也去学；看到别人开店，我也去开店。当我们试图成为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社会这场游戏中一个可以被替代的角色而已。如果只盯着高薪的工作，你仍然是在用时间换钱。你的时间无论多么昂贵，都无法成为资产。确实有一些人通过时间赚了很多钱，比如牙医、律师、体育明星。但是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通常超过了收入增长的速度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明星在退休后又陷入了贫困。因此，去发掘你自身的独特性、特别之处和真正的热情吧。那么，如何从我们自身去创造财富呢？第二部分，迈向富有的公式，产品化你自己。为了将头脑变成财富，纳瓦尔提出了一个无价的公式：产品化你自己等于专长加责任感加杠杆。第一个要素是专长，它是与你的个性和天赋紧密相连的东西。那些你做起来像玩一样轻松，但别人却觉得极其困难的事情，这种东西你是无法通过在大学里学习那些热门专业来获得的。如果社会能够对你进行大规模培训，那么总有一天，他们也能用机器或人工智能来取代你。专长是源自你天生的才华、好奇心和真诚的热情。为了发掘你的专长，纳瓦尔给了我们4个建议。第一，回顾过去，
看看自己天生擅长什么。第二，允许自己去尝试，并在扮演不同角色中犯错。第三，每天扪心自问，我做什么事感觉不到累？第四，绝对要避免掉入追逐潮流的陷阱。例如，现在人工智能大爆发，许多人争相使用人工智能来生成那些空洞无物、未经编辑的书籍和文章来赚快钱。但长远的价值绝不是最快产生的东西，而是最真实的东西。它带有思考、经验和人类心灵的印记。为了建立真正的专长，你必须掌握90%的基础知识，将学习范围限制在1到2个领域，并坚持阅读。第二个要素是责任感。当你是老板或者项目负责人时，如果你敢于亮出自己的名字，敢于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，无论是对是错，你都会建立起信誉、好名声。当人们看到你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时，他们才会放心地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，或者购买你的产品。第三个要素是杠杆。阿基米德曾经说过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撬动地球。为了创造突破性的收入，你必须拥有杠杆。有3种常见的杠杆。第一种是劳动力杠杆，也就是雇佣别人为你工作，就像亨利·福特雇佣成千上万的工人来组装汽车一样。第二种是资本杠杆，用钱生钱，比如各类投资基金。然而，劳动力和资本会让人很头疼，风险也很高，并不适合初学者。第三种杠杆，也是在数字时代最有权力的杠杆，那就是边际复制成本，多复制一份的成本为0的产品。它来源于那些可以无限复制而不产生额外费用的产品，包括书籍、课程、数字内容和编程代码。这是一种你不需要征求任何人许可就可以使用的杠杆。比尔·盖茨写了一次微软视窗操作系统，却卖出了数百万份。像野兽先生或皮尤迪派这样的知名视频博主，一开始他们一无所有，但凭借坚持不懈地创作内容，一种无边界的杠杆形式，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。你可以从0开始，但你最终收获的可能是一座城堡哦。当你有专长，敢于负责，并且懂得使用杠杆时，社会会给予你相应的金钱奖励。纳瓦尔给那些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：认真思考3件事：住在哪里，和谁一起生活，做什么工作。千万不要草率做决定，去寻找一份让你感觉像是在玩耍的工作吧。第3部分，复利与真正的退休状态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生命中，所有巨大的利益，从财富、人际关系到知识，都是以复利、利滚利的形式出现的。复利不仅适用于资本积累，也适用于知识、人际关系和金钱。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曾经把复利称为人类的第8大奇迹。他断言，肯定地说，理解它的人将从中赚钱，不理解它的人将为此付出代价。
这句话完美的淋漓尽致展现了时间的神奇与残酷。复利不仅仅是金融界一个枯燥的术语，更是生活运行的规律。那些微小的事情，如果被坚持不懈地重复，就会以指数级的速度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当你理解并从中受益时，意味着你懂得了把时间变成你的盟友。你今天读的每一页书，锻炼的每一项技能，建立的每一个杠杆，都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会自动繁衍，并膨胀成一笔庞大的财富。相反，当你不理解它，并不得不付出代价时，那就是你的坏习惯、拖延症，或者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债务，像滚雪球一样从山顶滚下，悄悄地越滚越大，慢慢地碾碎你的自由。说到底，复利是一种完全中立的武器，它会忠诚地服务于那些有远见的人，也会无情地惩罚那些只顾满足眼下欲望的人。那些站在最高处的人，绝不是偶然得到那个位置的，那是基于信任、关系网以及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工作成果。耐心建立你的杠杆吧，可能需要按月甚至按年来计算，但复利一定会把它变成巨大的财富。当资产增加时，问题来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退休呢？很多人以为退休就是等到50岁或60岁，但纳瓦尔给出的定义是，退休是指你不再需要为了想象中的明天而牺牲今天。你有3种方法可以实现它。第一，拥有足够的被动收入来支付生活费用。第二，把开销降到最低限度。第三，也是最棒的方法，去做你真正热爱的工作。当你做回你自己，找到了合适的杠杆，并带着快乐去工作时，即使你还在工作，你也已经步入了退休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的内心会非常放松，你的创造力会比在紧张、算计、恐惧或冲突中工作时更容易爆发出来。第4部分，幸福生活的技能。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，纳瓦尔将我们拉回到了内心的宁静中。赚钱并不等同于幸福。纳瓦尔深受老子这句话的影响，不觉匮乏，不觉得缺少什么，便是幸福。所有的烦恼都源于欲望。当你渴望某样东西时，你其实是在主动选择不幸，直到你得到它为止。如果随着收入增加，你就一直拼命追逐金钱，或者急于提升生活方式，换更好的车，买更大的房子，那只会把你推入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匮乏漩涡。因此，为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，活在幸福的状态中，我们需要做到最关键的2点。第一点，拥有活在当下的能力。当不再被期望或匮乏感所支配时，当停止从外界寻找能让自己幸福的东西，而是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时，我们才能真正活在当下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能完全沉浸在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事物中，你会感受到纯粹的快乐和创造力。接受并充实地活在现实中，就是开启安宁、平静生活的钥匙。第2点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，停止抱怨，停止生气，停止评判，摆脱负面的想法，
这些是我们首先需要建立的核心积极习惯。另外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是，他建议我们需要改变使用时间的习惯。节省时间比节省金钱更重要。这意味着你要通过自律和通透、看得很明白的生活态度来珍惜你生命的时间。当你通透了，你就不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益的、仅仅为了满足短暂快乐的习惯上了。在做选择时，纳瓦尔建议我们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，因为它通常会带来长远的优势。一旦决定了，就不要犹豫不决。此外，还要保持照顾健康、定期锻炼和冥想的习惯。最后一点，纳瓦尔认为这个生活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或意义，但正是体验的过程本身会为你带来深刻的价值。第5部分，总结与感悟。可能有人会想，其实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致富方法，全是泛泛的建议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本书最精髓、最精华的地方，并不在于那些详细的指示。事实上，也没有人能给你指出一条具体的致富途径，叫你买这只股票或者投资那个项目。纳瓦尔帮助我们清晰地理解了生活的新原则，激发了我们的灵感，做了这些无价的贡献。听完这些内容后，也许你的内心会涌起一阵冲动，促使、推动你去问自己：我是否真正地活出了自我？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，并创造了价值？我是否已经将自己产品化了？我是否已经停止了对欲望的追逐，并为了当下而充实地活着？在这个充满动荡、变化和竞争的世界里，我们太容易被卷入不惜一切代价赚钱的赛跑中了，不惜牺牲时间、健康、内心的平静，甚至道德。但是，纳瓦尔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，赚很多钱、拥有很高的地位，并不是终点。真正的终点其实就在你走过的那条路上。那是一种体验，一种你身心自由，用自身的独特性去创造价值，并帮助他人的生活状态。当你对自己真诚，为了热情而工作，不断的学习时，财富和幸福就会作为自然而然的结果随之而来，而不是你必须拼命追赶、争夺或者苦苦维持的东西。读到这里，纳瓦尔的哲学让我深深联想到作家摩根·豪塞尔在《金钱心理学》一书中一个非常棒的观点。摩根·豪塞尔曾经写道，财富的最高形式是，每天早上醒来时，你都能说，今天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这也是将这些知识结合起来的最大亮点，是我最深刻的总结。这本书没有教你那些短期的投资把戏、小花招，而是教你如何解放自己，将自己产品化，寻找专长，并运用杠杆，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几百万美元，更是为了赎回、买回你自己的自由。当合上这本书的书页后，有一个我最满意的设问想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都能试着问问自己，此时此刻，你每天做的工作是在帮助你建立一份能在未来解放你自己的资产呢？还是你正在无意中用自己的时间去为别人铸造、建立梦想？祝愿你每天早晨醒来，都知道自己有权利做出选择，在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和自己珍视的人一起，做自己热爱的事。祝你拥有一段既在财务上繁荣富裕，又在心灵上宁静祥和的人生。感谢你的全程聆听，
如果你觉得这期播客有用，别忘了分享、点赞并订阅频道，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继续陪伴我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